在美国买房，90%的新手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虽然入住前找人做了房屋检查，但英文报告看得似懂非懂，入住才发现一堆问题，那就只能吃哑巴亏，自己掏钱修。这期节目我用真实案例和特地为小白制作的房屋检查双语对照表，让您看懂验房更省力，协商维修更省钱，没有后患更省心。买房入住，省力省钱省心。我们开始。很多朋友想了解房子，了解建筑，但都怕建筑知识太复杂，掌握不了。即便是跟着房屋检查的专业师傅现场去看房，也真的就是走个过场，不懂的照样不懂。那从这个视频开始啊，您就不用担心自己是个外行了，因为从我们建筑专业分析啊，80%的房屋问题都只集中在20%的构建上。对，就是那个著名的28原则。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呀，您就只需要一张房屋检查的高频问题统计表，80%的房屋隐患就可以排除了。那像这样好用的工具啊，我已经为您做好了，就是这张房屋检查双语对照表。专业英语不好的朋友，我也给您翻译过来了。这里边列出了买房之前最常见的问题和检查重点。因为表格内容非常详尽，我是尽量把表格放大，大家可以现在截图保存。那么如果您还是看不清，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用电脑下载高清版，手机下载不了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先给这个视频点赞，来支持鼓励我。这样无论您是跟着房屋检查的师傅，还是说自己住房啊、租房啊需要自查，都可以看着表格逐项打勾排查问题，杜绝住房的隐患。接下来我就和本地的工程师一起，带着您把收房检查的完整流程拉通走一遍。因为咱们表格里检查细节非常多，全部走完得3-4个小时，所以咱们节目里就挑收房时发现的最高频的问题，给大家划重点。想买到好房的朋友，请您一直看到视频的结尾。那么要说明一点哈，咱们这个案例是在南加州，因为美国各个州啊建筑规范会略有差异，大家以本地规范为准。在做房屋检查之前，我们先有准备工作，就是把房屋的空调系统打开，我们要测试制冷，这需要运转一段时间，让空调跑起来。这是一个检查房屋节省时间的小技巧。好，那么接下来啊，您会看到我在现场解说我们在检查的项目和最常见的问题。好，首先第一项，我们从房屋外部开始，就是建筑的地形和排水。最常见的问题啊，就是地表排水不畅。这个良好的排水系统啊，这个地面是要找坡的，您只要仔细观察这个地块内部有没有积水。那如果是晴天没有什么积水，您也要仔细观察基础墙体周边的区域，就是这个墙边啊不要有霉斑啊，或者是墙体浸泡脱落的痕迹，那可能就是地表曾经严重积水导致的。确认地表排水通畅，那么接着就要检查地面的硬质结构就是车道、人行道、露台这些。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地面开裂或者沉降，不要出现那种集中开裂的裂缝，各个方向都在裂，它地面不平整，高一块啊，低一块啊。接下来的检查项目啊，问题最多的一项，就是灌溉系统。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啊，我们把灌溉水阀打开，发现灌溉喷嘴的水压特别小，我们就搜遍了室外的场地，发现这个灌溉水管啊断了。从这个截面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好像是人工切断的痕迹，很可能是屋主想卖一个好价钱，室外做一下翻新，比如铺木皮啊，翻土啊，这铲子一下去用力过猛，把水管挖断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哈。那我们就在这个案例的房屋检查里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后面跟卖家讲价的时候我们讲道理。好，接着室外的最后一项就是建筑外墙，这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饰面破损。检查外墙的方法就是我们先站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观察到一个建筑的完整立面，走进墙体，仔细检查转角、窗户、门框的墙体状态。因为这些细节啊，就直接牵扯到接下来我们的检查第二项，也是房屋安全最重要的检查之一。框架基础它都埋在墙后边，埋在地底下，自己又没有专业工具，怎么检查呢？这里我介绍一个老工程师们教的一个方法，就是您除了观察地表的裂缝，那这个很明显哈，您还可以通过观察房屋的垂直结构建筑构件，比如说在墙体转角附近的这些窗框、门框，它有没有变形，它推拉的阻力是不是很大。
因为垂直结构发生严重变形的情况下，你甚至关不严窗，也推不动门。那么这些在工地上积累的经验方法，您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能用，现场实践很方便。但是另一些检查您可就要务必小心了。屋顶的检查非常重要，我们谁都不想下雨漏水。但是讲真哈，为了您的安全考虑，如果您是和检查的师傅一起，我建议您就不要自己爬梯子了，安全第一哈。如果您想再更仔细一点，那您可以重点嘱咐他拍照2个屋顶区域的高发问题区域给您现场看。那么一个是在屋面檐口附近，要观察是否有碎瓦片、落叶、垃圾，因为这些都可能会堵塞檐口的排水。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头疼死了。这个房子太老了嘛，檐口就有碎瓦、落叶堵塞，这水排不出去导致屋面漏水。好，那么另一个检查重点很多老美的住户，这个碎瓦的区域特别集中，就是在这个2层屋面靠近窗户的区域。那为什么呀？而因为好多老美他特别喜欢在节假日住房的这个檐口挂各种装饰品。那么这个2楼出入屋面的这个窗户附近，很容易把这个屋面瓦踩碎。比如说给大家展示这个案例就非常明显。那大家看到了吧？就在2层窗户出口的地方，3块碎瓦整整齐齐。那肯定是过节的时候出去挂彩灯、挂彩旗去了，自己给踩碎了。结果给我们交房的时候也没维护，所以我就把这个也给记录下来。后面咱们和卖家讲价维护的时候说理。好，咱们上面说的是屋面外部结构，那内部还有阁楼这些内部检查我会放在稍后室内最后一部分讲。那么室外检查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室内了。第一项就是用电安全检查，这怎么强调用电安全都不过分。很多朋友都因为小的时候讨厌学物理，导致对房屋电器有惧怕的情绪。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耐心学好，因为我们难免碰到个拉闸停电的，那你也得知道在哪儿检查恢复用电呀。那我们就从整个房屋最重要的电箱开始。那么在加州您通常可以看到，就是在车库侧墙外墙有一个主电箱，你要确认没有生锈、没有变形，能够正常的开启。打开电箱门之后，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开关，我们也可以叫 circuit breakers 断路器。那么这些不同的 breakers 断路器会有对应的电器控制，您可以在电箱里看到说明。比如说有的开关负责的是微波炉，有的负责空调，有的负责起居室，有的负责洗衣房。因为它这用的基本上都是行内的缩写，很多非专业的朋友真的看不懂。那我就为大家做了这张电器检查缩写对照表，您可以现在截图保存。万一家里断电检查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您都可以快速对照确认。那么接下来您需要了解每个 breaker它都有电流负载强度，您可以看到就在它上面这个数字标识单位就是大家熟悉的安培。比如说上面有一个数字15这就是这个开关所能负载的电流强度。那么因为不同的电器设备有不同的负载要求，比如说空调它可能就是30安，所以它使用的电线相对更粗，那么它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也相对更大。但是与之对比，卧室的功率小一些，所以使用的电线相对更细，它没有那么多的用电负荷嘛。那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比如说也就是15到20安。那我们接下来再努力一点点，就是电器检查的另一个重点，一个叫 GFCI 接地故障保护，另一个叫 AFCI 电弧故障保护。我知道你看到这儿估计是想退出了，我不想看了，像个物理老师一样得不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只需要记住我给你总结的保护区域的表格 GFCI 接地保护。咱们家里边用水，厨房、车库、洗衣房，如果你有后院的话，花园露台这些就是要求安装 GFCI 接地保护。所以你可以这样记，地上不要有水，那就是接地保护的就是那些负责用水的区域。那么解决了 GFCI， 我们再说另一个就简单啦， AFCI 您只需要会用那个排除法，就是前面那个 GFCI 之外的区域，比如说卧室、起居室、走廊、餐厅。那么至于如何应用检查确保房屋安全，我们到那个具体的房间再给大家演示检查的方法。人们进出自己的家大都是不走正门的，那正门呢是留给客人们看的，留给外卖和快递小哥用的，反而这个车库才是入户的大门。所以车库最高发的问题呢，那也是在这个门上。就最重要的检查就是自动安全传感器，
您要检查一下，保证人通过的时候，即便车库门正在关闭下落，但是只要有人通过，它就可以自动停止。这个检测的方法不要用头部或者是上半身，您只需要用脚在下边稍微晃一晃，因为它这个传感器就是靠近底部的位置。另外在车库里啊，我们还可以顺便解决其他的几个检测分项，比如管道系统里的热水器、供暖系统里的这个风机。当然现在很多新房它这个供暖送风的风机啊，都是被安在了阁楼里。那么至于暖风送风系统到底是安装在车库好还是安装在阁楼好，我会在节目最后咱们讲阁楼的时候和大家分享我从建筑设计角度上的一些点评。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咱们就讲在车库里的热水器。这老房子呀，很多热水器都有一个 water tank， 就是那个大水箱。它不但占用的空间面积大，而且维护保养要求也比较高，甚至有的朋友住这房子很多年了，自己都不会给那个锅炉点火。大家不要笑真的是这样这种水箱式的设计确实不太人性化，所以现在很多也都采用 tankless water heater， 就是无水箱式的热水器。大家看到的这个无论你是检查漏水还是管线维修，都方便太多了。那么这个热水器的管道非常多，红色暖色代表热水，蓝色冷色代表冷水。那么最外边的这个控制燃气进出的这就是燃气管道。那么对于热水器来说，最高发的问题就是检测漏水问题比如这种无水箱式的热水器检测就很方便了，你就查看热水器进水和出水的这个连接点，确保有没有漏水的迹象。另外这种无水箱式的热水器通常有一个进水过滤器，它就是防止杂质进入这个管道设备，如果过滤器堵塞了，可能就会影响它的加热效率这热水出水慢呀，效率低呀，这个一会儿我们在讲室内测试热水的时候再说你也要注意燃气泄漏的问题。如果发现了安全隐患，您马上给本地的燃气公司报告，让有执照的专业工程师来维修。好，您看到了这个车库它真的很重要，因为不光停车，还有很多建筑设备。好，到这儿为止房屋检查里边最难的部分你已经完成了，请给自己鼓掌非常了不起。接下来我们进入室内，家庭生活最核心的区域——起居室。如果检测这个门铃不响，通常都是按钮可能接触不良当然现在还有这种电子安防系统这个门铃它连在周围的什么电子锁呀、密码锁呀、指纹锁、摄像头，有的是内置要换电池的，保证电池供电都没有问题。那么经过入户门，我们就进入了起居室。因为起居室通常用电设备是比较多的，电视、投影、游戏机、智能家电所以要重点检查这些经常要插拔电源的插座。那么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插座的外壳经常受力，它可能和墙体之间连接就不牢固，导致插座的外壳松动甚至脱落，孩子可能会摸到，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修复，更换新的外壳螺钉。那么近几年盖的房子卧室和餐厅通常都是连通的，顺便一起检查餐厅的滑动门。像这个新房刚买的，你感觉这个推拉就非常吃力，那就要检查一下上下的滑轨有没有异物卡住。我们接下来就检查厨房，水电气的安全都要查。厨房是室内检查项目里功能最多的区域，我们要做饭烧菜，除了检查燃气泄漏，还要检查的就是灶头炉具的点火功能。这个燃烧的火苗正常颜色应该是均匀的蓝色。那么很多烤箱也是烧燃气的，要确保燃气使用区域它的通风系统流畅。因为现在很多新房开发商是比较偷懒省事儿他就把排风机、微波炉一体化了这个 hood 安在我们头顶上，所以就顺便检查一下微波炉很多检查的师傅是用一个厨房的纸巾沾一点水来湿润一些，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这个检查确实是又快又方便。好，这是灶台的区域转过身来那就是用水的检测，冷热水还有管道是否漏水，包括下水排水的速度。那么关于水压的检测这个关系到我们的用水安全，就顺便把水系统检测的最后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补上。就是像咱们案例里这种普通的独立屋我们实地检测的水压就是60 psi。 那么这个 psi 很多刚到美国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一个英制单位叫每磅每平方英寸的缩写。那么这里我就不多讲物理的换算了不然很多同学看完了就真疯了退订频道了这是个物理老师太烦了。您就只要记住在加州地区这个正常水压数值50到80 psi 之间都是合理的，5858这个简单吧华人圈的朋友都懂但是它确实好记。好，我们再返回厨房内用水还要检测洗碗机，就是它的正常进水排水周边接缝的地方无漏水。那么还有就是搅拌机，听听有没有异响，有没有漏水。接下来就是厨房最主要的部分，
电路检查大家还记得哈，我们在讲电器的时候提到过 GFCI 接地断路保护。这种保护系统呢是用在用水或者比较潮湿的空间里，比如说厨房。那么这个 GFCI 的测试方法大家一定要掌握，因为这事关生命安全。检查的方法很简单。那么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GFCI 的面板，有2个按钮一个是上面这个 Reset 重置复位，那么另一个是 Test 断路测试。那我们测试的第一步先按下 Reset 这个重置复位，然后您可以放一个测试的灯泡插在这个凹赖上，比如说夜晚家里边用的这个脚灯那么这时候灯泡通电应该是亮的，然后摁下面板上的 Test 保护测试按钮，这时候灯泡就应该是熄灭的。那它测试断路保护吗？最后一步您再摁下 Reset 重置复位键，这个灯泡就应该重新通电点亮了。那么这就证明整套 GFCI 的保护功能正常。那么如果您摁下 Test 测试键，灯泡没有熄灭，它依然是通电的，那就证明这个 GFCI 保护功能要尽快维修。最后我们可以带上另一个检测项目，烟雾报警和一氧化碳报警放在这里一起讲了，这也是关系到生命安全重中之重这些报警器都是有寿命的，比如说一氧化碳探测器可能就5到7年，烟雾报警器通常就是使用寿命10年左右。重点来了只要超过了寿命年限它都会写在这个报警器的标签上过了年限都要更换新的报警器。注意不是换电池因为换那个电池它只是负责报警器叫唤有声音，不代表它的探测功能还达标。从小白到入门只差最后的一项检查了就是卫生间。这是我们每天用水频率最高，也是问题最多的地方。虽然在一栋房屋里有多个卫生间，主卫、次卫、客卫，但是他们检查的项目都是类似的，所以您只要掌握一个，其他的几个也都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案例1层的客用卫生间为大家做完整的讲解。那么首先就是 GFCI 的保护测试，刚才刚讲过哟，这是接地保护测试。好，那么接着就是冷热水的进水测试、下水测试。可以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就把它开到最大让它流，可以把这个水池蓄水，然后测试它的排水通畅。那么同理，浴缸的测试也是如此，冷热水、排水检测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淋浴间或者浴缸和地面墙面接缝的地方要重点观察是否有漏水的痕迹。因为现在很多的淋浴间都是这种工厂一体化预制，然后建商把它整体塞进去，大小正合适，安装很方便。那要测试它是否安装的稳固可以这样拍打墙面不同的位置听到它的回响声音比较厚实均匀不要出现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空，要保证安装结实。像案例里边咱们现在检测的是1层的客用卫生间，那它的上面呢，如果也是用水的空间，比如说它上面是2层的公共卫生间，也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1层的顶棚墙体有没有开裂或者是曾经漏水的痕迹。好，接着马桶的检查，首先要确定安装稳固。我们把2腿内侧夹住马桶的侧面，腿的内侧用力测试它的稳固性，然后接着测试马桶水箱，查看在冲洗马桶之后这个水箱它的上水速度。那么还有，尤其是在卫生间里边，这个洗手池下面的柜体它有这个下水管道嘛，主要观察这个 U 型下水弯有没有漏水的痕迹。整体的卫生间流程就是这样。只不过说在2层的主卫通常问题会稍微多一些，家里有女主人，如果是比较容易掉头发那么主卧卫生间的下水可能经常就容易堵这点是重点检查。因为我的这个自住的老房子就之前的屋主是一位白人的女士，就收房之后发现容易堵水，疏通了以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金色的长发那这很明显是之前这位女主人确实容易掉头发。关于这个通风测试，就是老房子的排风扇噪音是特别大的，有条件的可以换一个现代点的排风扇，噪音非常小，自带感应器也很方便。那么具体的排风系统安装测试，美国装修记录里给大家做了案例演示，朋友们可以去看那期节目。最后2层还有一个用水的空间，就是洗衣房包括室内的柜体检测照明、排风，还有包括之前说的那个 GFCI 断路保护。那么注意一点，就是有的洗衣房这个烘干机它是用电的，有的是烧气的。如果是烧气的您要做燃气的检查。好，接下来就是卧室的检查，我们胜利在望了。这个案例里的主卧是在2层。那么关于楼梯走廊的检查，最高发的问题就是扶手的安全加固。如果是栏板的构造，要注意检查
栏板扶手或者侧墙扶手是否稳固。如果是栏杆的构造，要注意加固构件，不要松动。看到这里的朋友啊，你已经完全入门了，所以卧室的检查您会觉得非常简单。那么首先还是电路的检查哈，就是每一个电源插座啊都要仔细检查功能还有是否松动。然后就是窗扇的开启，要确保来回推拉通畅，尤其是在一层哈，如果有客卧或者主卧临接的那个窗扇能够闭合安全。如果您的卧室有 closet 壁橱，也要检查周边的这个墙体、壁橱顶棚的这个连接处，不要有连接这种开裂啊、脱落的痕迹，包括壁橱的推拉门能够开启流畅。那么还有就是检查所有的卧室门扇能够完整的闭合，不会因为热胀冷缩导致这个门板翘曲变形，它就影响门扇的完全闭合。最后咱们也顺便把这个制冷系统一起讲了。最高频的问题啊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检测是否能够达到制冷效率的要求，这个测试很简单，就是对着风口检测温度来计算确定制冷效果。那么另一个检查重点就是室外的压缩机，这最高频的就是要测试一个紧急制动开关，就是我们整个空调系统啊，无论什么特殊原因你需要紧急刹停，那么就把空调压缩机旁边的这个开关把它拔出来，检测它能及时刹停。之前有观众留言问哈，就是为什么加州有很多房子它既要安装空调还要在顶棚上装这种吊扇，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哈，它真不是多余的。这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啊，加州开风扇是完全没问题的。全部检查完成，我们就只剩下收房检查的最后一项，阁楼。很多朋友都没爬过阁楼哈，那我就带着您钻进去看看。加州这个新建住宅呢，大都就是设备功能性阁楼了，所以阁楼最重要的检查也就是这2项，通风口的检查，保证通风流畅，还有保温层的检查，保证隔热有效。那么另外就是咱们之前在讲车库的时候啊，我也提到过叫热风的这个加热系统，到底是像传统型的放在车库好呢，还是说像新趋势放在阁楼好呢？那其实从我们建筑设计专业角度看哈，放在车库的1层而不放在阁楼，它是符合热空气上升循环的原理，这个热风推送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近期的开发商给我们的开发指标都极大的压缩地块面积，所以车库也就空间有限了，就只能把这个热风系统塞到阁楼里去。开发商预算抠得越来越紧，所以这不是建筑的对错，只是受开发商的用地所限。好，那么到这里我真的要为你鼓掌喝彩，你完成了买房的收房检查，从小白到入门的升级。考虑到这一期啊，算是咱们的上一集，主要讲收房验房的专业分享，这时间就比较长了，所以我是计划在下期节目里和您分享如何利用咱们这一集检查出来的所有房屋问题，去和卖家合理讨论降价的空间或给予维修的补偿方法。如果您希望看到这样新的分享，请您为这个视频点赞，我会参考来确定下一期的更新。再次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不错过下期精彩的分享。